心架一路，严守拱拳，变小擒大。接上式斩首。身法微右转，两手双逆缠向下相合，右手有掌握拳，下沉正脚，再拳掩拳。临左膝，顺势提腿，左斜前方开步，当走后补，螺旋崩拳，顺势回弹，蓄力相合，严守拱拳，回弹撑掌，放松下。左手逆缠，右手顺弹，上右步离手外横，当走后补，逆缠推掌。临左膝，螺旋提腿，跨步外横，当走后补，两手双手下合外横，当走后补，左手顺缠，右手逆缠，领上弧线和右胯，相合于身前中线。当走后补动静左提，螺旋发力推掌。好，重新斩首。好，身法右转，下栽拳，正脚开步。当走后补，胆拳发力，蓄力相合，回弹撑掌。放松螺旋，逆圆下沉，上颚，逆缠推掌外横，螺旋领膝，跨步外横打开，后弧领掌，接手上颚，左顺右逆螺旋相合，当走后补，发力推回，收。同学们，心架一路的这个小擒打前面的变式有点像我们在做第三个转身金刚捣对的那个位置一样，它都有一个连续性的发力，所以这里呢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斩首变延伸拱拳。在斩首结束发力以后，一定要切记不要原地去震脚，因为在我们震脚的过程当中呢，身法是一个垂直向下沉的动作。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脚尖非常容易来到正前方，就会导致我们在下一步开严守拱拳的时候会出现拧脚转膝的动作，非常去伤我们的膝盖。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下沉的过程当中，稍微加上一点点的小螺旋，顺势开脚。这样子的话，可以很好的把我们的这个身法加上一个既有螺旋下沉正脚的劲力，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的身法在开下式的时候得到一个很好的衔接。这样子的话，我们开步就能做到一个非常好的角度的一种相合，不会去掰到我们的右腿。这时候我们再去走当走后弧就好发一些。当我们步伐开到一个比较正确、比较舒适的位置以后，我们再续下式的相合发力，那就更好的去能够进行身法的螺旋。我们在下沉相合以后，很多同学都一直在好奇说，老师这个连续性的这个胆手，包括这个蓄力相合打不了那么快怎么办？在这儿呢，这一节课再教大家一个小技巧。这个胆手在向外延手发力的时候，我们得找到身上的一种皮筋的那种感觉。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这种小动作啊，就是不要发力，在转腰过程、合胯的过程当中，把手顺势很轻的很轻很软的去扔出去，你会能感受到你的后背、你的背阔肌和你的咱们前手的这个肱二头肌，它有一个很强的、很清晰的一种回弹的拉伸感，就像一根小皮筋一样，这样稍稍轻轻一转，拉伸感很强。那么我们在胆拳发力的时候，就可以利用到这一点。当我们打出去以后，咱们可以慢慢把速度加快。看到了吗？在出完力的一瞬间，紧接下式的一个松沉，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胆拳像弹弓崩出去一样，一瞬间通过松沉再给它收回来。如果说我们在发力的过程里面只是一味的想要让自己的肌肉绷紧往前去放力量，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劲力一旦打到最远处，你的胳膊是拿不回来的。所以第一个发力它跟延手拱拳的区别很大，它更倾向于是让你的身体在整个是通过螺旋将你的手送出去，这个手臂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完全不发力的，是靠它本身的一个肌肉的弹性来将力量送出去，再通过身体弹回来。所以我们这个过程里只需要去把手腕走一个向前向外的螺旋就可以了，不要去刻意强调的自己胳膊上的力量，就这样去抖，这样去抖你很难去把力量收回来啊。所以这是我们转换的时候的一个小技巧，大家需要多感受，去找着这个身上的这个小拉伸感，连起来以后你再看，很放松的去转化，走，是不是整个手都很松？放松，手很放松，手越是揉下来，你的那个回弹的变化和身体上的一种对应的感受，你就很清晰了。要不然我们在发力的时候就很容易把这种僵力带到胳膊上，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这个延手拱拳又接了一个咱们的对拉撑掌的动作。其实这一块它也是和前面一样重复的。当我们打完这一拳以后，大家还记不记得那天那节课讲课的时候说，我们打完发力之后，第一件事不要着急的去蹬地对撑，而是先去找到一个小松下来的感觉。打完以后，打延手拱拳，由开转合，下势肯定是先松合下来，再走后弧，再螺旋撑掌，这是我们最缺少的一部分。有很多老师一看到这个教练或者是在那个师傅在演示的时候，动作很快，打，就紧接着咱们也不管怎么去，反正一拧就过来了。实际上，学外形的时候，最容易拿我们的这个膝关节来回拧转，去拧摆，去发这个力。这个力道打出来的过程和我们由延手拱拳发力之后转松沉相合的这个动作非常相似。你看有的老师，比如说年龄大一点，他打这个动作就这样，发完力以后先松下来，当走后弧，再靠腰当螺旋去发这个力。所以这个动作是不是非常清晰？一看就知道是啥，以腰为轴来进行的发力。那么我们肯定要去慢慢去衔接它。最开始的时候，延手拱拳打出去之后，不要着急的去拧腿蹬转，这是最容易犯错的地方。一蹬地，左膝内扣，右膝外撇，把力发出来，而且动作不好看。所以打完之后，我们先从慢动作开始练，先松下来，找到后弧，再以腰为轴，找到螺旋。两手撑的过程里面，身体的中轴就像一个拨浪鼓一样，中线一转起来，左手是这样向外去发力，右手是这样去发力。通过中线的旋转，身法右转，左肩向前推动，右肩向后领。你的两个手如果站直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对吧？所以弓步下来以后，它只不过把中间的这个螺旋的力找了一个节点，让你形成了一个对称的发力。大家最容易发不出来这个劲儿，是因为大家都把力量合在这儿了。怎么拿胸去撑，怎么拿背去撑？实际上它跟胸背有关系没有？有，但只有一点点。你的螺旋的核心劲儿还是在哪？还是在腰裆胯上啊！不要往背上和胸上去走，这是一个细节点。那么接下来我们最重要的小擒打，小擒打这个动作呢，和老架一路当中是非常相似的，但是它唯一一点不同呢，就是在于它发力啊，它发力。我们从背后看一下。当我们打完对撑掌以后，它就是把这个延手拱拳直接松柔相合的动作变成了从这儿当走后弧，螺旋，重心左移，左手逆缠，右手顺缠。当右手合于右膝，下沉相合的时候，好，上步领掌。这个过程它和老架一路是一模一样的。从这个方向再看一下，好，重心来到这儿了，好，上步领脚，哎，同样的。
只要碰见重心转化，先考虑后弧。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当走后弧的逆缠外蓬，既能起到进肩、进肘、进手的节节贯穿，同时在我们下式领膝的时候，它也能够起到咱们经常讲的基础内容。提腿用的是腰腹螺旋相合，而不是用的简单的大腿上踢。这个时候正好右胯螺旋相合，身法右转，带动左膝提膝上踢，啪，胯部打开。所以很多小小的一个后弧，让大家感到说这个后弧没必要走，但实际上这个后弧走出来之后，你的身体的整个外形就会出现一个大螺旋结合小螺旋。这样子的话，你领膝抬腿是不是才有一种合力啊？螺旋的合劲儿。所以呢，不能光从外形上去学这个啊，前蓬、提腿、跨步，那跟正常走路没有区别了，缺少螺旋了，就不属于太极拳的范畴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继续往后，当我们合到这儿以后呢，两手上下外蓬，跨步打开，这儿之后的细节其实都是和老家一路一模一样的。撑完以后，八面支撑，身背五张弓。松右胯当走后弧，重心左移，左手逆缠外蓬。有很多同学这个劲儿都丢了，这个动作手上动作细节都丢了，喜欢直接右手往下一合去找左手，然后接上手以后再往上捧。那我们都说过了，那两手在双逆缠外蓬打开以后，身法只要产生重心的转化，那一定是要阴阳相合的。左手和右手，右手动了，左手一定也要动，所以这个时候当走后弧，左手也在逆缠外捧，右手在顺缠下合。当左手合于左膝上方，然后右手合在中线的时候，再松左胯，接手相合。我们这个时候左手是不停的，一直在运行，一直在接手相合，只不过是左手慢一点，右手快一点啊，把这个记住。接完手之后，右手逆缠，左手顺缠，当走后弧，重心右移。这个时候咱讲的缠丝，讲的基本功，翻掌移重心，翻掌移重心，这走的什么大螺旋，对不对？大螺旋到位了，好，合胯变小螺旋，放松下沉。这个时候手为什么会走上弧？因为身体在往下沉，不是让你两手往上领，而是说身法在螺旋相合的时候，以身带手下沉沉下来了，所以这个手才会出现一个，好像接手的过程当中走了个上弧线，实际上手没往上飘，而是身往下沉了，以身带手形成相合了。合到哪？合到中线，左上右下，两手抱球相合。合住之后，再走当走后弧，重心左移的过程当中，可以注意看细节。是不是也是先走大螺旋，再走小螺旋？你想发力，咱把这个动作，把两个手由手变眼手拱拳，是不是螺旋发力？放到这儿，先走后弧，再走螺旋，脚后跟内侧蹬上这个劲，是不是也是眼手拱拳转腰发力的一个方式？所以小擒打的发力，大家很多人说，老师，我这小擒打发不出来，我推到这儿，我拧着推也推不出来，手怎么都打不出来劲儿。咱们把两个手就算拆开给你说，光发左手不发右手，手往这一放，重心到位，一转腰，是不是也能发出劲儿？手放这儿，不，只转腰，我靠什么在发力？是不是腰啊？腰当螺旋，怎么合？左手横掌合于身前，胸脯前方，右手推掌合于膈膜，两手同时推捧向外打开，小擒打。大家还需要多去练，找到那个身上拧转螺旋的一个过程，不能没有螺旋，一没有螺旋，劲力都浪费掉了。你整个过程里最容易拧膝、最容易扣腿的地方，都在于腿和胯在腰上的螺旋体现中形成了那种揉到一起了。要的是大家能够拆开，才能符合节节贯穿。这是咱们的小擒打。